俄罗斯在借演习之名入侵苏瓦乌基走廊，白俄罗斯参与了无人机入侵波兰行动，北约正式驻军波兰，法国阵风实弹巡航波兰边境，北约各国向乌克兰学习对抗俄无人机经验，特朗普一句话，法国阵风卖到脱销，乌军反攻杀入俄本土130平方公里，俄王牌旅被围等死，数万友军见死不救，连炸2大铁路动脉，俄军补给线被彻底掐断。精彩资讯马上开始。俄军对乌克兰实施的特别军事行动，派无人机入侵北约成员国领空，以及与白俄罗斯正在展开的西方2025军演，这些行动让欧洲越发担心俄罗斯会入侵欧洲。在俄军无人机入侵波兰这个敏感的时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又展开了新一轮联演。据悉，本次俄白军演总计有18200人参加，其中包括5500名俄军，演习地点则在俄白两国13个训练场举行，这其中也有8个位于乌克兰和北约成员国边境附近，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俄军2022年借军演之名入侵乌克兰。截至目前，俄军在此轮军演中已经进行了一系列力量展示举动，包括发射匕首和锆石等导弹，甚至是在加里宁格勒和波兰边境附近直接竖起了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更关键的是，俄白两军还准备在演习中模拟使用核武器和针术导弹，后者计划在今年年底部署到白俄罗斯。这些动作威胁之意极其强烈，很明显就是在恐吓俄白的邻国乃至整个欧洲。值得注意的是，在演习中，尽管俄白两军打着防御口号，演练了如何保卫加里宁格勒，但其核心依然是恢复国家领土完整。因此，若是冲突爆发，俄军想要保卫加里宁格勒，必然会从白俄罗斯出发，突破隶属波兰和立陶宛这2个北约成员国的苏瓦乌基走廊。所以，与其说是保卫加里宁格勒，不如说是借此为名入侵和占领关键的苏瓦乌基走廊，并以此入侵北约成员国。而除军演外，UN24网援引波兰总理图斯克9月15日的话报道称，波兰防空部队还在贝尔维德总统府上空新摧毁了1架来袭的无人机，并抓捕了2名与该事件相关的白俄罗斯人。这些越发频繁的挑衅袭击事件，正将北约和俄罗斯的对峙和试探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峰。如星期日图片报的一项调查显示，62%的德国人担心俄罗斯会进攻北约成员国，其预测首个目标将是波兰或立陶宛。49%的德国人认为欧盟应全面停止进口俄罗斯能源。51%的德国人支持欧盟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来支持乌克兰。也就是在这种情绪的支持下，德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变得越发强硬。其联邦议会国防委员会主席托马斯·诺维坎普直接呼吁北约直接动手，击落乌克兰上空的俄军无人机，阻止这些俄军无人机从乌克兰进入北约的成员国领空。同时，他强调有必要打击俄罗斯境内的无人机工厂和发射基地，并敦促北约伙伴向乌克兰提供必要能力。目前，德国和英国均已为乌克兰的远程打击武器提供了资金。而作为首要受害者的波兰，即便是极右翼的波兰新总统纳夫罗斯基，也于当地时间9月14日签署了相关决议，允许北约其他成员国的军队驻扎在波兰境内。据悉，北约驻军波兰将是北约东部哨兵行动的一部分。不久前，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明言，这就是针对莫斯科的。其实，北约针对俄罗斯的空中行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如9月10日，欧盟国防和航天事务专员安德留斯·库比柳斯就表示，欧盟必须紧急在整个欧盟东侧建设无人机墙。又或是最新流出的画面显示，法国的阵风战斗机已在波兰上空进行了首次实弹巡逻。据法国军事观察员艾迪安·马尔库兹的报告显示，法国空军向波兰部署的阵风战机隶属于第2/4拉法叶中队，该中队与第1/4加斯科涅中队一起，作为法国核武三位一体的一部分，负责空中核武力量的持续战备。虽然暂不确定部署在波兰的战斗机是否配备了核武，但其应该会按照第4中队的常规能力执行保持空中优势的任务。与此同时，战区报道称，一架英国皇家空军 P-8A 波塞冬海上巡逻机正在波兰边境领空进行巡逻，以监控和收集俄白军演信息。挪威则在波兰东部新建了一个大型军事训练场，以便在挪威教官的指导下训练乌克兰士兵。据挪威广播公司9月15日报道，约姆斯堡营位于波兰东部森林深处，是挪威有史以来部署的最大军事设施之一。报道称，该营地于今年夏天开始建设，且第一批乌克兰学员已经抵达受训。挪威教官强调，训练营将是双向学习的过程，
他们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能从乌克兰老兵那里获得第一手资料，了解前线不断变化的情况，以及塑造现代战争的新方法。此外，在波罗的海沿岸，瑞典的 GS-39鹰狮还拦截了一架俄军的苏35战机。综上所示，我们能明显察觉到，自俄军无人机入侵波兰开始，北约第一时间加强了东部防线，并时常安排战机飞至黑海和克里米亚的上空展开巡逻。当然，向乌克兰学习的不仅只有挪威，波兰军方也和乌克兰展开合作。波兰外交部长希科尔斯基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表示，波兰士兵将在位于波兰的北约训练中心学习乌克兰打击俄军无人机的经验。他表示，这种合作将有助于波兰军队更好地应付俄罗斯未来可能发动的攻击，同时呼吁其他成员国一同前来学习。对此，乌克兰副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哈宣布，波兰军事代表团将访问乌克兰，交流国防领域的经验。同时，西比哈强调，乌克兰在应对现代威胁方面拥有独特的专业知识，这些知识对其合作伙伴来说非常有价值。据悉，自9月10日俄军无人机大规模入侵波兰领空事件后，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商就收到了包括德国、波兰、丹麦和波罗的海国家在内欧洲多国关于拦截无人机的咨询。泽连斯基表示，北约各国目前拦截俄军无人机的成本过于高昂又不对称，而乌克兰愿意与合作伙伴分享拦截俄军无人机的相关技术和战术等。值得一提的是，欧洲这次可能真的被打醒了。世界报发文称，欧洲再也不能被动等待俄军侵犯再做出回应，这意味着将边界安全的主动权拱手让给别人，必须在俄国导弹和无人机到达欧洲边界之前，在乌克兰领空击落它，既保护了欧洲人的安全，也保护了乌克兰民众安全。有意思的是，此前乌克兰就曾提出过一个关于建立天空之盾的计划，并预测欧洲只需投入120架战机就能够保护乌克兰与欧洲领空安全，但当时不被欧美重视。如今俄军无人机真来了，美国又爱理不理，这才让欧洲感到了危险。世界报报道称，目前有数百位欧洲官员开始支持乌克兰的天空之盾计划。当欧洲正为俄罗斯不断升级的军事行动感到担忧时，特朗普在干什么？特朗普刚刚派出自己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事务副特代表约翰·科尔，在明斯克会见了卢卡申科。据悉，约翰·科尔向卢卡申科递交了一份由特朗普签名的信，信件内容热情洋溢，还替特朗普送给卢卡申科一对印有白宫图案的袖口。卢卡申科感受到了特朗普的热情，称要努力偿还这笔感情债，并为其准备了一项特朗普先生喜欢的全球协议，一项大协议。特朗普派使者前往白俄，就只是简单的互相送礼物吗？答案自然没有这么简单。多个新闻来源证实，特朗普政府解除了对白俄罗斯国家航空公司白俄罗斯航空的制裁，同时美国大使馆也会在近期重返明斯克，这是双方此前的协议，即美国解除对白俄罗斯的部分制裁。美国大使馆重返明斯克，换取白俄罗斯方面释放了囚犯，而白俄和俄罗斯的关系大家都清楚，好到穿一条裤子。美国选择解除对白俄罗斯的部分制裁，实际上就相当于在美国现有的对俄制裁上开了道口子，而且这个时机太敏感了，偏偏是入侵波兰领空的俄军无人机被认为是从白俄罗斯境内发射的时候。这样的行为让欧洲不再信任特朗普的美国。路透社发文称，欧洲各国现在对特朗普的为俄边界反应感到担忧，开始质疑美国是否准备好保护自己的欧洲盟友，免受可能的威胁。而这种担忧已经体现在了具体行动上，如丹麦政府9月12日宣布放弃了美国的爱国者，转而计划以580亿丹麦克朗约合91亿美元的价格购买欧洲防空系统，这是该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武器采购项目。据悉，丹麦计划采购8套类似 SMPT 的中远程防空系统。当然，丹麦放弃美国防空系统，转而采购欧洲同类装备，表面看是因为格陵兰岛问题，和特朗普为俄辩解入侵波兰是误会。实际上，自特朗普政府3月5日切断与乌克兰情报共享，导致乌军丢失了库尔斯克后，世界各国无不感到与美合作可能遭到的掣肘，或许比战争本身的危害更大，这才纷纷放弃美制武器，转而采购英法德韩等国生产的装备。如西班牙2025年8月便取消了62.5亿欧元的36架 F-35A 订单，转而购买法国阵风战机，又或是德国取消了100亿欧元的 F-35订单，转而与法国共同研制新一代战机。其他放弃 F-35战机的国家还有葡萄牙、印度、阿联酋、加拿大，且他们采购的新目标都是法国的阵风战机。而除了战斗机，多国防空系统采购也在转向。欧盟甚至发布了欧洲防卫白皮书，将美国军火商排除在外。
若从性能上讲，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在俄乌战争中的表现无疑比欧洲 SAMPT 更成熟，多次击落俄罗斯高超音速导弹。但若这个系统有明显后门，我想哪个国家都不愿意在战斗关键时刻遇到背刺。更何况，特朗普一直宣称要恢复美俄经济合作，共同开发能源和稀土等资源。可仅从公开报道来看，美俄贸易额不过几十亿美元，能源和稀土联合开发又前途未卜。特朗普却让美国军工业失去了价值上百亿美元的订单。而且随着欧洲军工业强势复苏，美国军工业未来还会失去更多订单。这究竟是为美国优先，还是在考虑俄罗斯利益？乌克兰战场过去6个小时里，战场内外均传出不少新消息。北约苏梅方向，乌军第225突击营等部昨天下午又解放了包括辛科斯特、扬季尼夫卡及其以东的几个定居点，将战线推到金德拉季夫卡河边。俄军当下仅控制着一个定居点，俄军在苏梅大势已去。截止发文前，俄军在北线苏梅与哈尔科夫边境控制着约40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乌军则控制着库尔斯克与别尔哥罗德10余个定居点，约130余平方公里俄罗斯领土。可以说，北线乌军已率先逆转了战局。乌东红军村的多布罗皮蒂亚方向，经乌军亚速第一军确认，已清除潘基夫卡及其周边地区，包括第132等多支俄军部队被包围，遭歼灭只是时间问题。诡异的是，不知道是不是俄军内部出了问题，但凡俄军第51集团军的其他部队，加上俄军新增援的4个步兵旅和1个海军陆战团都压上去，是能够救出132旅的。因为乌军在该方向的多支部队已被调走，但负责解救的2路俄军至今仍在周边转悠，就是不去救人，这让火力军百思不得其解。南部战场，乌军特种部队在扎波罗热、古里夫茨地区摧毁俄军一套价值高达5000万美元的 BOK-M3 防空系统。克里米亚风频道更是披露消息称，乌军无人机群完全摧毁了俄军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深空探测中心，相当于打掉了俄军在克里米亚的眼睛和耳朵。截至目前，俄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至于对俄本土的空袭，乌军已经连续3天袭击列宁格勒的俄战略设施，包括港口和石油基础设施，持续对俄罗斯经济构成高压。据统计，自8月2日以来，乌军袭击俄罗斯至少13座大型炼油厂，年炼油产能达 1.15 亿吨。仅在8月就有45个目标，包括8个油库、14个炼油厂、2个机场、12个铁路基础设施、3个港口仓库、6个与军工综合体遭袭击。泽连斯基也在最近讲话中表示，最有效、见效最快的制裁措施就是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码头和油库。乌克兰极大地限制了俄罗斯的石油工业，削弱了俄罗斯的战争能力。乌军对俄能源经济的打击还将加剧。与此同时，乌军还连续攻击了俄罗斯的2大铁路系统。据乌克兰情报总局披露，9月13日至14日，乌克兰情报人员与特种部队成功实施了针对俄罗斯奥缪尔至库尔斯克铁路的破坏行动，极大影响了俄军向北方集群的补给。首先遭受打击的是奥缪尔地区的俄军铁路线。Military 的报道称，当地时间9月13日，莫斯科南部附近的奥缪尔地区传出爆炸声。当地州长雷奇科夫确认了这一消息，并声称在铁路段发现了多个爆炸装置，其中1个被引爆。截至目前，爆炸已导致俄罗斯2名国民警卫队的军官死亡，另有1人身受重伤，且爆炸导致铁路中断，双向15列列车延误。事后，俄方声称爆炸是人为蓄意破坏，并强调已展开调查和通缉相关人员。而外界普遍认为是乌克兰特工或游击武装展开的行动，因为类似的情况在之前就经常发生。紧接着次日，列宁格勒州的卢日斯基区和加特齐纳区的2段铁路也遭到破坏。现场均可以看到明显的毁坏痕迹，铁路也被炸成数段。到了14日晚上，袭击再度升级，圣彼得堡至普斯科夫的斯特德加沃段铁路遭炸毁，1辆火车脱轨，15个燃料油罐被彻底摧毁。这一事件加剧了俄罗斯铁路网的混乱。看来乌克兰这次是真击中俄罗斯死穴了，通过打击俄能源设施和俄后勤系统，成功削弱了俄罗斯战争潜力。据海军新闻报道，在最新改良型的 M513 潜射弹道导弹投入服役之际，法国再度加码其海基核力量，其宣布已正式授予厂阿里亚纳集团一份合约，用于设计和生产下一代的 M51.4 潜射弹道导弹。M51是法国新一代的洲际潜射弹道导弹，自2010年起便开始取代旧型的 M45导弹服役。据公开资料， M51 长12米，重达52吨，外传作战射程可达8000至1万公里，飞行速度可达惊人的25马赫。其先进的3节式固态推进器甚至成为了欧洲亚利安5号太空火箭的
固态助推器开发基础。报道还引述专业分析指出，每枚 M51导弹可携带6至10枚，可独立攻击不同目标的多目标重返大气层载具核弹头。自2015年以来，这些弹头正逐步更换为新型的海洋核弹头。报道称，新的 TNO 核弹头具备机动重返大气层载具能力，使其能够在重返大气层的中段阶段进行机动变轨，以规避潜在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据悉，这份开发的 M51.4 新合约正值 M51.3 版本完成首次试射并投入服役之际，法国军方在2023年11月18日才刚从陆基设施成功试射了第一枚 M51.3 导弹。如今的 M51.4 计划的启动，确保了阿里亚纳集团与数百家合作伙伴公司在未来数年的持续运作，并将通过整合创新技术达成更具野心的技术与经济目标。无人系统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积极发展的目标武器。根据英国国防周刊报道，英国皇家海军正推动未来制空系统建案，计划将次世代主力驱逐舰83型搭配多艘91型火力无人舰艇，让水面舰艇可更从容、弹性地执行各项任务，如拦截战机、导弹，甚至是超音速导弹。据英国国防部采购与工业部长布拉德透露，未来制空系统概念还在初步阶段，但英国内阁已批准整体战略构想、系统设计方向，今年7月已与国防厂商备议签约。这项计划关乎英国未来的战略自主性，若是能顺利实施，将能使英国海军具备应对高强度冲突、不对称威胁的能力。至于下一代水面舰艇，英国也已着手行动，其主要以6至8艘，排水量超过1万吨，性能比拟美国海军神盾驱逐舰的83型驱逐舰。预计2030年代起开始接替现役45型驱逐舰，并以8艘排水量超过8000吨的26型巡防舰、5艘5700吨的31型巡防舰为第二梯队火力。虽然91型火力无人舰艇还在开发阶段，具体规格尚不明朗，但有望为83型驱逐舰提供额外的导弹打击能力，增加舰队的作战弹性。日本月前迎接威尔斯亲王号航舰打击群停靠泊横须贺、东京上港之际，有两国国防首长谈及空自战机赴英部署事宜，而这件事在近期正在成为现实。据悉，就在日本12日宣告出动4架 F-15G 战机后，航空自卫队15日发布相关照片并秀出臂章，证实官兵已投入大西洋执行任务，展开史上首次的欧洲海外部署之旅。日本航空自卫队报道称，4架所属 F-15G 战机稍早已从北海道千岁基地起飞升空，将前往美国阿拉斯加的埃尔森空军基地、加拿大古斯贝、英国康宁斯比以及德国拉格进行访问。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空自还在发布的贴文中发布了一张拍有此次任务臂章的照片，名为大西洋之鹰，并在字样下方写有美、加、日、英、德5国国旗，凸显此次海外部署行程将有助增进日方与北约盟国空军间的作业互通性。日本空自 F-15G 地质战机规模将近200架，其中部分机队已完成跨年度的多阶段改进计划升级，但日本防卫省后续还将选出其中68架单双座机，再次升级成为现代化的超级拦截机，预计在2030年能搭档现役的 F-35AB 战机，全面提升制空能力。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俄白连演的目的会是什么？北约该如何应对？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